每年1月 ，ARK Invest 都會發布一份名為 Big Ideas 的年度報告。說實話，這份報告在投資圈的爭議從來不小。有人說它是未來預言書，也有人嘲諷它是畫餅大師的年度作品。但不管你站哪邊，有一點不得不承認， ARK 的研究團隊確實在用一套獨特的方法論，他們稱之為賴特定律和收斂性技術平台，去追蹤那些正在經歷指數級變化的領域。2026年的這份報告讀完之後，我的感受可以用一個詞概括：相變。什麼是相變？就是水從液態變成氣態的那個臨界點。在那一刻之前，你看到的只是水溫在慢慢上升，但一旦越過100度，整個系統的性質就會發生根本性的改變。ARK 今年描繪的圖景就是多個技術領域同時逼近各自的沸點。AI 推理成本暴跌99%，比特幣被機構正式納入資產配置 ，Robotaxi 開始在舊金山搶奪 Uber 的市場份額，人形機器人的任務表現曲線正在逼近人類水平。這不是一份關於未來會怎樣的暢想，而是一份關於現在正在發生什麼的體檢報告。下面讓我們逐一拆解這9大技術板塊。算力不再僅僅是計算的工具，它正在成為定義未來經濟版圖的物理實體。過去1年裡發生了什麼？推理成本經歷了一場近乎自由落體式的崩潰，降幅超過99%。這種成本的坍塌直接引爆了對算力的貪婪需求。自2024年12月以來 ，OpenRouter 上的計算請求暴漲了25倍。這不是普通的增長曲線，這是相變。為了支撐這種指數級的吞吐，全球數據中心正在經歷一場2戰以來最大規模的基建狂潮。2025年的数據中心系統投資額達到5000億美元，是過去10年平均水平的2.5倍，而這僅僅是開始。根據測算，到2030年，這一數字將膨脹至1.4萬億美元。超大規模企業在2026年的資本支出預計將突破5000億美元，是 ChatGPT 問世前夕的3倍之多。這種瘋狂的資本湧入背後，是硅基霸權的殘酷博弈。NVIDIA 依然維持着帝國般的統治，憑借85%的 GPU 銷售份額和75%的毛利率傲視群雄。其 Grace Blackwell 系統在大模型推理領域構築了深護城河。然而，專用集成電路的幽靈正在逼近。高通、亞馬遜和谷歌設計的定制芯片正在不斷蠶食市場份額。雖然資本支出占 GDP 的比例已經回到了1998年互聯網泡沫時期的水平，但市場的估值邏輯卻異常冷靜。科技行業的市盈率遠未觸及當年的瘋狂峰值。這種反差暗示着我們正處於一個更具實質性的技術週期的開端。DeepSeek R1 和 Gemini 2.5 Flashlight 等模型正在將推理成本推向近乎為0的邊際。當智能變得像電力一樣廉價且隨處可得時，基礎設施的每一次擴容都是在為下一次經濟大加速鋪設軌道。如果你還在一個個點擊 App 圖標來完成任務，那麼說句不客氣的話，你已經生活在舊時代了。互聯網的交互邏輯正在經歷繼指令時代、網絡時代、移動時代之後的第4次折疊。我們正在進入代理時代 （Agentic Era）。在這種全新的操作系統中，基礎模型成為了互聯網的新底層。消費者不再與 App 交互，而是直接指揮 AI 代理。這種轉變的效率是驚人的。在代理 AI 時代，完成一次複雜購買決策的時間被壓縮到了約90秒。而在前互聯網時代，這需要1小時。這種交互方式的變革將徹底重寫數字經濟的版圖。預計到2030年 ，AI 代理促成的在線支出將從2025年的微不足道的2%暴漲至約25%。AI 搜索流量將吞噬傳統搜索65%的份額。為了支撐這一龐大的機器生態，全新的協議正在後台悄然建立。Anthropic 的 MCP 讓代理能夠實時抓取全網信息，而 OpenAI 和 Stripe 聯手打造的 ACP 則為端到端的機器交易提供了安全隧道。這不僅僅是用戶體驗的升級，更是萬億級財富的轉移。AI 借導的消費者收入預計將在未來5年內以105%的年化複合增長率狂飆，從今天的200億美元增長到2030年的9000億美元。
當 Google 開發出代理對代理協議時，我們實際上正在見證一個並不完全為人所感知的平行互聯網的誕生。在那裡，機器與機器之間以光速進行着搜索、談判和支付，而人類只需享受最終的結果。在生產力這一端， AI 正在從輔助工具進化為可靠的勞动力。怎麼衡量這種質變？有一個關鍵指標， AI 代理能夠可靠地連續完成任務的時長，在短短1年內增加了5倍，從2024年的6分鐘延長到了2025年的31分鐘。與此同時，智能的成本正在經歷摩爾定律式的暴跌。軟件開發的單位成本在2025年的8個月內下降了91%，從每100萬代幣3.5美元跌至0.32美元。這種成本與能力的剪刀差，催生了以 Cursor 為代表的超級獨角獸。這家成立僅3年的公司，其年化經常性收入已達到1億美元，同比增長超過1000%。在全球範圍內，儘管中國模型在頂尖性能上仍落後美國約6個月，但在開源領域，中國模型佔據了前10強中的8席，顯示出極其強勁的追趕勢能。這一輪技術浪潮對個體的賦能是立竿見影的。ChatGPT 用戶報告，平均每天能節省50分鐘的工作時間，這意味着這20美元的月訂閱費僅需半天時間就能回本。這種微觀層面的效率提升匯聚到宏觀層面，預計將推動全球軟件支出的年化增長率從過去10年的14%加速至驚人的56%。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新世界，在這個世界裡，能夠駕馭 AI 的人將獲得數倍於常人的產出能力。比特幣正在褪去它的投機外殼，硬化為一種全新的機構級資產類別。2025年成為了其成熟元年。ETF 和上市公司持有的比特幣佔比攀升至12%，ETF 餘額增長近20%，而以 MicroStrategy 為首的上市公司持有量更是激增了73%。更重要的是，比特幣作為避險資產的屬性得到了數學上的驗證。在2025年，無論是5年、3年還是3個月的時間維度，其相對於歷史高點的回撤幅度均創下了歷史最淺紀錄。展望2030年，比特幣有望佔據加密貨幣總市值的70%，其作為數字黃金的市場規模可能達到24.4萬億美元。與此同時，整個金融世界的底層正在被區塊鏈技術重構，以 Genius 法案簽署為標誌，監管的迷霧散去，代幣化資產 RWA 市場在2025年爆發增長了208%，達到189億美元。但這僅僅是冰山一角，預計到2030年將有超過11萬億美元的資產，包括股票、債券和房地產被遷移到鏈上。穩定幣正在成為這種新金融體系的血液，其調整後的月交易量在2025年底達到了驚人的3.5萬億美元，是 Visa、PayPal 和全球匯款總和的2.3倍。在這一宏大敘事下，價值捕獲的邏輯發生了根本性轉移，從底層的網絡協議層向應用層遷移。DeFi 應用在2025年創造了38億美元的歷史最高收入，其中 Hyperliquid 僅憑不到15名員工就創造了超過8億美元的年收入。這種極致的人效比是對傳統金融機構臃腫架構的無情嘲諷。以太坊依然是這條新金融高速公路的主幹道，承載着超過4000億美元的資產，其市值的90%已被歸因為貨幣溢價，而非單純的技術效用。打個比方，如果我們把生命看作一段可以被讀取、調試和重寫的代碼，那麼多組學就是我們的編譯器。隨着全基因組測序成本預計在2030年降至10美元這一白菜價，我們將獲得前所未有的生命底層數據。事實上，如今分子測試產生的數據量已經超過了訓練 OpenAI 和 Gemini 等大模型所需的數據總量，且這一數字在未來5年還將增長10倍。這不僅僅是數據的堆砌，而是 AI 原生生物學的燃料。AI 正在重塑藥物開發的經濟學模型，它能夠將藥物上市時間縮短40%，將總成本降低4倍至7億美元。這使得 AI 設計的藥物在30年生命週期內的累計現金流有望達到40億美元，遠超傳統藥物的不到10億美元。這種精準打擊的能力，使得針對罕見病的一次性治癒成為可能。
例如，針對遺傳性血管性水腫 （HAE） 的基因編輯療法，雖然單價可能高達300萬美元，但相比於終身服藥，它能為醫療系統節省約520億美元的成本。更宏大的願景在於長壽。如果我們能消除疾病相關的死亡和衰老帶來的機能衰退，美國的健康生命潛能將翻倍。在這個計算框架下，如果每一個健康的生命年價值10萬美元，那麼這將解鎖一個價值1.2千萬億 quadrillion 美元的驚人市場。這不僅是醫學的勝利，更是對人類生命極限的一次理性估值。這個想法聽起來可能有點瘋狂。如果在地球表面算力擴張受限於能源和散熱，那麼太空就是下一個數據中心。可回收火箭正在將這一科幻場景變為現實。賴特定律在航天領域再次顯靈，隨着累計入軌質量的翻倍，發射成本下降約17%。SpaceX 已經將 Falcon 9的發射成本從每公斤15600美元暴力壓縮至1000美元以下，而 Starship 在規模化後有望進一步降至100美元每公斤。這種成本的坍塌直接解鎖了太空經濟的封印。目前 SpaceX 的 Starlink 已經擁有超過9000顆活躍衛星，佔據了地球軌道上所有活躍衛星的66%。但這只是序幕。隨着 AI 芯片需求的激增，為了在太空中部署自動駕駛 AI 芯片和下一代雲端，對可回收火箭的需求可能會暴增60倍。軌道上的帶寬成本也在以每翻一番下降44%的速度暴跌，這將催生出一個年收入超過1600億美元的衛星連接市場。人類的算力邊疆推向星辰大海。當技術開始將人類從低效和乏味的勞動中解放出來，機器人密度就成為了衡量一個經濟體先進程度的新標尺。在亞馬遜，這一數字已經達到了每萬名員工擁有1457台機器人，遠超製造業平均的164台。這不僅僅是自動化的勝利，更是價值的重估。如果自動化全面鋪開，可能在全球創造高達26萬億美元的市場機會。然而，從輪式機器人進化到人形機器人，是一次算力複雜度的指數級飛躍。人形機器人需要處理的自由度、上肢精細操作以及非結構化環境的適應能力，使其操作複雜度是 Robotaxi 的20萬倍。儘管如此，根據計算縮放定律的推演，Tesla 的 Optimus 機器人有望在2028年左右達到人類水平的任務表現，屆時其所需的算力支撐將達到1080兆瓦。通用機器人不再是科幻，而是即將到來的新勞動力物種。AI 的每一次呼吸都在燃燒能量，但這種飢渴正在倒逼能源系統的高效淨化。就像互聯網繁榮時期一樣，雖然總能耗在增加，但單位產出的能源強度將因效率提升而下降。為了餵飽貪婪的數據中心，到2030年，全球電力資本支出需要擴大2倍至10萬億美元，而固定能源存儲的部署量更需擴大19倍。好消息是，物理定律依然站在我們這邊。賴特定律顯示，太陽能和電池的成本隨着產能翻倍而持續下降。而核能這個曾在1974年因監管阻礙而停滯的巨人，也有望在美國新行政命令的推動下重回成本下降的軌道。如果當年沒有那些監管干擾，今天的電價本應便宜40%。分布式能源與 AI 的結合，正在構建一個自給自足、高效運轉的能量閉環。在城市的街道上，一場關於移動權的革命正在悄然發生。就在你讀這篇文章的時候，舊金山街頭的 Waymo Robotaxi 已經開始從 Uber 和 Lyft 手中硬生生搶奪市場份額。這標誌着自動駕駛技術已經跨越了實驗室與商業化之間的那道鴻溝。經濟賬算得非常清楚，到2035年，全球 Robotaxi 的每英里價格預計將降至0.25美元，而相比之下，2025年美國人類駕駛網約車的價格高達2.80美元，這是超過10倍的價差。這不僅僅是讓出行變便宜，而是對整個交通生態的重構。僅僅2400萬輛 Robotaxi， 不到今日美國注冊車輛總數的10%，就足以滿足美國大部分城市的里程需求。這將釋放出驚人的價值。預計到2030年 ，Robotaxi 將產生約34萬億美元的企業價值，
而其中絕大部分利潤將被掌握核心技術平台的公司收入囊中。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物流，完全自動交付已經到來，無論是空中的無人機還是地面的輪式機器人，全球年化交付量已突破400萬次。自动電動卡車的運輸成本僅為每噸每英里0.03美元，比人類駕駛的柴油卡車便宜60%，而無人機配送的成本更是低於1美元，遠低於傳統應用交付的15美元。到2030年，這將是一個價值4800億美元的巨大市場，徹底改變物資在地球表面的流動方式。讀完這9大板塊，你可能會有一種信息過載的感覺。AI、區塊鏈、基因編輯、可回收火箭、自動駕駛，這些領域看起來各自獨立。為什麼 ARK 要把它們放在一份報告裡？答案是收斂。這是 ARK 研究方法論的核心洞察。他們認為，當多個技術領域同時突破各自的成本曲線拐點時，這些技術會開始相互加速 AI， 讓藥物研發更快。藥物研發產生的數據又反哺 AI 訓練，可回收火箭降低衛星部署成本，衛星網絡又為自動駕駛提供全球覆蓋的通信基礎設施，區塊鏈讓價值流動更高效，而 AI 代理需要一個可編程的支付層來實現機器對機器的交易。這種收斂產生的不是線性疊加，而是乘數效應。當然 ，ARK 的預測從來不是保證會發生的預言。他們的許多大膽預測，比如2018年預測特斯拉股價會漲10倍，確實實現了，但也有不少預測落空或延遲。這份報告更應該被看作是一張可能性地圖。如果這些技術趨勢按照賴特定律繼續演進，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？有幾個關鍵數字值得記住。推理成本下降99%，智能正在變得像電力一樣廉價。Robotaxi 每英里0.25美元，出行成本將下降10倍。11萬億美元資產上鏈，金融基礎設施正在重建。人形機器人2028年達到人類水平，新的勞動力物種即將誕生。這些數字背後是一個正在加速重構的世界。無論你是投資者、創業者還是普通打工人，理解這些趨勢的物理必然性，可能比追逐任何一只具體的股票都更重要。畢竟，在相變發生的時候，你最不想做的事情，就是還在用舊世界的邏輯來理解新世界。